5:50，我要开启这个 timer。今天我要尝试斋戒100个小时，通过将近1周的斋戒啊，它会对我的工作、学习、生活，对我的身体和心灵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它会解开哪些谜团，又会刷新我的哪些认知，会让我得到什么进步和提升呢？利用这100个小时，我要做几件大事，请你跟我一起看一下吧。我的时间是从6:15到晚上7:30啊。我知道每个地区每天的时间都不一样，但这就是我的虚拟斋戒的计划。First thing first， 先赶快起来啊，抓紧吃点东西。20分钟以后就要真的不能吃东西了。其实我已经碰到第一个挑战了。这个开头真是糟糕透了，昨天晚上太过兴奋，一晚上没有睡着，只睡了1个小时，这就开始了。时间只有5分钟了，抓紧来补充一点蛋白质。大量喝水。7:18，刚刚过去1个半小时啊，饥饿程度还是0分，没有什么饿的。但是呢，口渴的程度，我想没有2分，也有1.5分了吧。它上升呢还是比较快的。哎呀，这一天才刚刚开始，管它呢，先看看日出吧。睡了2个小时，现在昏昏沉沉的，补眠吧。已经开始了4个小时。还有将近96个小时。万事开头难啊！今天早上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适应和挑战，雪上加霜的是，我连药都忘记吃了，赶紧询问我认识的华裔穆斯林 Robert， 现在补服用还来得及吗？他说不能啊，这样会坏斋的。如果药物很重要，那就放弃今天的斋戒。权衡之下，我还是不想破坏99小时的计划，选择放弃服用药物，看看身体吧。现在是过了4个小时40分钟，上午的10:30，饿的上升速度很快啊。现在呢，我感觉饥饿的程度已经达到了3.5，将近4分了，渴的程度也差不多。我现在出门走一走，大概前后半个小时吧。我也要看一看，如果运动的话会怎么样。对我身体的影响如何？不吃东西啊，再尤其加上还不喝水，斋月的时候呢，还会起身比较早，这每天啊真的多出很多的时间。你看我现在起床已经有快5个小时了，在外面走了大概超过30分钟的时间，还是可以接受了。但是呢，口渴的程度又追上来了，我想现在有5分的口渴，因为渴这个事情很吊诡，即便你的体内还不缺水，但是嘴唇吹着风或者说着话，很快就会感到干舌头也会感到干所以我觉得封斋也有个好处就是让你闭嘴少说话，少说没有意义的话，多思考。你看你能够多出时间，你又少说话，你还需要冥想，它整套好像都是配合在一起的。6个小时了，今天的运动量有点大，刚才出去走完，现在还要去健身房健个身，跟大家汇报一下到时候的感受。不过呢，今天我想用轻量级的运动。去年我就拍过大量的关于斋月和穆斯林的视频，我的感觉是 Elephant in the room， 穆斯林其实就是这个社会的主体，我们不能对房间中最明显的事情视而不见。大马社会在我看起来，文化、饮食方方面面都互相融合，受到多元的启发。但是呢，和宗教相关的事情，大家就有一点，你过你的好了，我管好我自己就好了。我去年虽然拍过1天的封斋视频，但我觉得时间不够，今年把它扩展到100个小时，要横跨5天，我想要看看能够经历一些什么。请大家不要走开之后我会做3件大事，都是对我自己心灵的非常大的挑战。快要到8个小时了，饥饿程度已经有7分了，胃呢又感觉隐隐的作痛口渴呢反而还好停留在6分这样子。但是你没想到吧，其实在封斋期间官方是允许可以漱口的，只要不要到喉咙的深处或者故意吞咽就可以，也是可以洗澡的。没想到吧，已经有10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现在应该说饥饿的程度已经超过了10分里面的8分了，因为胃一直在磨动，一直在那里。本来我是可以坚持的，但这种
这个胃痛痛的感觉它一直在，会让人有些难受，有些分心。我下午呢一直在工作，从健完身以后，精力也在慢慢的往下走。下午5点50分，已经快要12个小时了，我现在已经是饿到9点5分了。正常晚餐时间虽然不能陪家人一起，有一些小小的压力，但是呢，可以非常专注的和他们聊天。只有5分钟啊就可以开斋了，这血糖和一条直线一样稳啊！慢慢的先去准备一下自己吃的食物。这时候已经头昏脑胀，因为昨天加到一起一共就只睡了2次，睡了3个小时，又饿又渴，头又痛。有汤有菜，鸡腿，这里面有馕，还有我的水果，哇，牛奶，好多东西啊！马上就要开始了。你知道我现在的心态吗？是想要狼吞虎咽很快就去吃吗？并不是，虽然饿了一天，我的想法是哇，好不容易，真的很想珍惜食物，慢慢的去品味它。看，伴随着夕阳西下，10分钟左右也就吃完了，甚至于这时候有一些失落。每天我们需要的好像也就那么一点点东西，你能清楚地感受到食物从喉咙、从食管慢慢的下去，好像也就是很短的路径，很简单的事情，就如此而已。过去了24个小时，现在是第2天的早上，星期2的早上。不过呢，我起来的时候是6点22分，超了7分钟。在真实的风灾过程中，现在还想要去喝水，要去吃东西，那今天就会坏斋。出于安全的考虑啊，等下我还是快的会去吃东西。那晚上呢，我就会晚30分钟再开始吃东西。今天要吃的是隔夜燕麦啊 ，Wilson 提前帮我在冰箱已经做好了，同时还有欧卡的腰豆和杏仁，这是我们自己家烤的，无盐的、手工的、中烘的。我打算在手上吃上一把，这样还能补充一些优质的油脂。快的，很快就能吃完，5分钟，抓紧。我也不是为了成为穆斯林啊，我是为了挑战和体验。但是碰到这样的事情啊，我人就感到很羞愧，有点懊恼啊，早上起来。不过想好的一面吧，至少说明昨晚睡了一个好觉，补充了休息。吃一把我们的欧卡的腰豆和杏仁，喝2杯水，就开始吧。这一把救命的药，虽然懊悔，还要继续。今天早上啊，也已经过了2个半小时了，今天的适应力啊就提升了，没有很饿，也没有任何口干舌燥的感觉。今天我要做的一件大事呢，和马斯克有关。他在 X 上悬赏100万美元，谁发的一篇长文浏览量最高就给谁。叫 Dan Cole 的作者写了一篇叫 How to Fix Your Life in One Day。哇，这里面抛出很多的问题。今天我就要照着他的提问清单，用1整天的时间，好好来反思，并且修复我的人生。现在是11点10分啊。今天早上呢，Wilson跟我做的隔夜燕麦以及我们欧卡的坚果啊，吃下去效果就很好，从5左右上升到7点几，就上升了50%而已。然后它下降呢，花了1个小时，而且持续的时间啊很久，持续了3个多小时啊。到现在为止，离早上已经过去4个半小时了，我还是没有一点饿的感觉，或许就1点吧，饿的程度只有1分。渴的程度也就只有2分啊，所以比昨天的状态要好上很多。哇，看这大雨，经过1整天，你看血糖就是慢慢缓的下降啊，现在是4点3，饥饿的程度啊也是7分8分，要朝9分去了啊，口渴的程度啊都还好啊，现在大概也就只有4分吧。今天过得比昨天要好，不过呢也有挑战。晚上吃完饭之后啊，我就再去运动一下，这样的话呢，睡觉就可以美美的睡上一觉。我想再来说一下，我今天一直在做的一件大事啊，就马斯克的那篇文章，就是那篇文章 How to Fix Your Life in One Day。哇，他的问题其实很狠的，你知道吗？比如啊，他会问你说，为了真正做出改变，你需要放弃什么身份啊？
不再做那样的人。你至今没有改变，而令人尴尬的原因是什么？你在保护什么？这种保护让你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你已经学会忍受的那种沉闷且持续的不满是什么？有什么是你反复抱怨却从未真正改变？这一天的心灵激荡啊，利用不受干扰的不需要吃东西喝水的斋戒的时候就特别合适。可以跟大家先说一下我的一个期望呢，是可以体验自我心理的很高的一个阶段，unity， 它能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会被外界所干扰，自己就是世界的一部分就这样。熬到8点了，自己加了30分钟，晚上很幸福啊！看，有Wilson帮忙做汉堡是吧？Thank you, sir。咚咚咚咚咚咚。吃完饭休息了30分钟，我又去了健身房，我恢复了力量训练和有氧训练，看看身体是不是吃得消。最后一个离开健身房。第3天早上，今天5点40，听到闹钟铃声，一下子就起来了。时间已经过去48个小时，差不多过了一半。昨天感觉特别好啊，今天来继续吃王太给我准备的隔夜燕麦，再加上这样一把奥卡的腰豆和杏仁，这能够很好的顶住一天的饥饿。什么事情到第3天就是游刃有余，一切也都习惯了。今天撒上一把杏仁和腰豆试试看。到第3天甚至有一点爱上这样的生活了。早上很清静，也没有什么人打扰，连外面上班的车都还没有。早上我在吃2个奥卡的鸡翅，再加一杯牛奶，满满的蛋白质，这样晚上说不定吃饭也就不用这么狼狈了今天还是会做一件大事哦，不要走开朋友们，55个小时过去了，时间剩下的已经小于一半了。第3天呢，感觉对饥饿和口渴适应能力已经很强了，但是今天白天特别犯困有可能是睡少了，有可能是早上来不及喝咖啡。今天我要做的大事就是详细的了解斋月中呢，我知道是需要有一些道歉的行为的。原来呢，在伊斯兰教当中将罪过分为真主的权利和人的权利两种。那斋月呢分成3个阶段，前10天呢叫仁慈，中10日呢是宽恕，后10日呢就是解脱火狱。在大马更加特殊的是会延伸为一种叫 Ma'af Zakir Dan Badin，求内外宽恕，就通过斋月的反思和解，家庭成员在节庆时表达正式的原谅，强化亲缘纽带和社会和谐。求他人宽恕包括舌头罪过，就是对别人闲言碎语、诽谤、谎言、背后议论他人，还有情绪的过错，发怒、争吵、伤害家人和朋友物质和义务的亏欠，没有归还借贷没有履行承诺忽视长辈等等。很多人在斋月期间会主动的电话和 text message minta maaf 来请求原谅。你看这就和虚拟云大师我们在东禅寺看到的佛教的理念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去除这些业力，也是有相似之处嘛，对吧？记得不要走开，明天我还要再做一件大事，这件事情是让我一直很害怕去做、很害怕去面对的。第3天还有5分钟就开餐了，时间已经过去60个小时。看今天牛肉汤，黄瓜蘸一些酸奶，这是饭后的蓝莓，也再来个鸡腿。其实已经真的习惯了，没有感觉这么饿了，只是静静的等待开餐，这种感觉。星期4的早上今天听到闹钟噌的就起来了，也没有感到很困，人的精神状态也不错，看来身体是越来越习惯。时间只剩下1/4左右了，过去了72个小时。自己做的沃卡的黑松露鸡胸肉，意大利的进口黑松露，加上我们独特工艺的很嫩滑的鸡胸。现在只有早上6点，可以很优雅的吃，很嫩很嫩这样一片
200多克的鸡胸就有50克的蛋白质啊，你要喝6-7杯牛奶才有啊，分量又少，蛋白质又多，怎么能不减肥呢？但这还不是今天的大事哦，今天那件事情是让我感到害怕的，不过我一定要去做。那辛苦了，那辛苦了，不好意思啊。只要身体好了还有钱。好了，要 face the music， 这件我必须要做又感到害怕的事情呢，就是遵照穆斯林在斋月的习惯去道歉。我的对象是我的父亲，因为我母亲身体不太好，总是依靠我父亲啊在照料着他。听到我的道歉之后，你猜怎么着？我的爸爸好像他的字典里是没有对不起这几个字的，他只是告诉我们，哎，我身体还可以，我只要能够撑得下去就行了。就是这样的一段非常独特的让我难忘的经历，大事也算是完成了。最后一个晚上，你看吃上了这么好的东西，大虾、牛油果、色拉还有柚子，吴优森做的意大利肉丸。之所以说是最后一个晚上，因为这100个小时的挑战将在第5天，也就是明天周五的上午就结束了。我早上起的比我们家的猫橘子还要早。第5天的早上起床很轻松了，时间已经过去96个小时，也只剩下最后4个小时了。今日份早餐鸭胗作为蛋白质，照例是一把欧卡的腰豆和杏仁。100小时的挑战马上就要顺利结束了，我呢有得出3点结论啊。第一，关于改变，我觉得任何改变人是可以习惯的，通常只要3天的时间，而不同种族、宗教的习俗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很多优点值得我们吸收。第二，关于时间，我发现早起对我非常重要，我也很享受独处和反思，这让我感到自己的生活非常充实。而第三呢，可能你最关心的关于饮食，我发现我们常常因为本能不自觉的就去吃饭或者饮水，而吃饭呢又是一件很浪费时间的一个事情。但是晚上和家人一起来进餐呢，又是非常好的增进家人感情的机会。所以我未来一定会很珍惜这样的机会，绝对不要欺骗自己和不重要的人一起吃饭。还有一点啊，如果你的正餐主食是在晚上的话，那确实对血糖还不是很友好。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腰豆、杏仁和鸡胸肉这些产品的话，欢迎到 OKA Store 来看一下，支持我们。Thank you， 拜拜。